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撤高的 Podcast 频道。那我现在人呢，位于越南岘港的一个美西沙滩全世界蛮有名的沙滩，连绵哇，应该我看现在看起来应该有2-3公里哦。然后我今天在这边想要跟各位聊聊，就是有关于我跨出舒适圈，从台湾到越南旅居1个月的一个心路历程。我觉得这真的是跨出很大的一步，因为你是在这边住，你不是在这边旅游，所以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像是如果你去旅游啊，你可能你只要去关注说要去那边玩等等的，但如果你在那边住的话，你不可能每餐都吃那种餐厅吧，对吧？所以你就是要考虑到，你可能要自己煮啊，或是你要自己自律处理自己的生活等等的。那对我来说，我平常其实有在自己煮饭，所以吃的这方面其实不太用担心。生活能不能自理呢？这就是另外一个点了，就是有人可能住家里啊，然后可能生活都有家人帮他打理好，那有人可能是有佣人在家里帮你打扫，所以每个人情况不同，那生活自理能力的等级也会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你决定要去一个地方办居住的时候，其实这种决定是非常跨出舒适圈的。我会决定呢，也是可能我觉得在一个环境太久，所以会让我觉得故地自封的感觉。你明明知道你有很多地方可以去，但是你却宁可待在 Mr. Beast 他那种游戏那个红色圈圈里面，你懂吗？你不愿跨出去。那我一开始的心态呢，其实大概80%是期待，然后20%是紧张。紧张的是语言可能不通，那怎么办？然后或者是我可能自己的生活没办法处理好，那我还想要拍片给别人看，会不会很奇怪？这是我的比较担心的部分。那期待呢，当然是期待新的体验啊，新的生活啊，因为我也没有一个人去国外生活过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大挑战。而且一般人出国哪有人在一个人出国的啊？就是独旅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事，何况如果是女生，像我之前看到一个女生去非洲还是印度那边旅游，我就觉得哇，超赶的，因为女生已经危险系数已经很高了，然后她也去危险的地方，所以这完全是另外一个 level。但是一个男生去独旅，那安全会相对比较低，但是我就开始担心我拍片的设备啊什么的，就是有很多担心。其实我离开的当下没有太大的情绪，我有个想法是我把自己的视角放在宇宙，比如在宇宙看地球的话，我会觉得不就是一颗球，你在哪个地方都一样，因为你还是人啊，你还是需要喝水，你还是需要吃东西，你还是需要睡觉，就是你做的事情不会变，变的只是这边的习惯不一样。我是这样想，然后我也不会觉得台湾离越南多远，所以我到机场到飞机上我都是蛮兴奋的，但直到我到越南的时候，突然有一种失重感。失重感就是说，因为就像你搭高铁从高雄到台北，你可能搭1个小时多，所以你可能觉得很快就到了，好像台北好像很近，就跟我坐飞机一样，或者坐2个小时多，却来到一个离台湾其实有点远的地方，就那种失重感，会觉得我明花一下时间而已啊，怎么到那么远的地方，然后离家那么远，突然那种失重感，然后让我突然兴奋全部消失了，只剩下紧张跟焦虑的情绪摆在那边等我去处理。那我当下到住处之后，我唯一的找到的方法就是打给家人，讲话。这种失重感有点像你坐云霄飞车等等的，然后突然降落的感觉，就是这种感觉，会突然觉得没有重心，重心要在哪？也可能是刚到一个陌生的国度，然后没有一个居无定所的感觉，所以你会突然觉得好像在流浪。而且这个故事的背景前提是我是一个家里住20几年的人，所以这个决定加这个背景搭配在一起，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酷的搭配。就我不知道多少人，你们的生活就还习惯吗？还稳定吗？那你满足于现况吗？可能大多数人觉得现在的生活挺不错的，而且台湾其实你要饿死还蛮难的。可能大部分人蛮热爱自己的生活，但可能也有少数人觉得台湾他想要去探索更多地方，去探索更多的景色、文化，跟遇见更多的人。我录这集呢，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期待、准备，然后直到抵达这边的想法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那其实这个很难去说出来，因为我必须要消化过后才可以跟大家分享。但是我今天才到这边第4天，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是因为就是刚好我处理完那个失重感了。我觉得讲电话很重要。当我
觉得孤独紧张的时候，讲电话真的是让我好非常多，就让人感觉有人陪着你在这边。而且我又想到一个，有可能我来这边没有那么紧张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我是来出差的。出差你懂吗？出差就是说我是来这边拍片的，拍片对我来说是一个工作，所以我不是来这边生活，我是来工作的。那工作就会伴随着很多重复性嘛，也会伴随着压力，好像生活的那种日常感就会少很多，会多点公事公办的那种严肃感，所以你不太会花心思在我这边生活怎么办啊什么的，没有，我会觉得我花心思会比较多，会在正事上，比如说拍片啊、剪片啊，用电脑，所以我才没有那么紧张。但来到这边，我刚到嘛，所以我一定要先处理生活的部分，我先把生活稳定下来。那稳定下来之后呢，我才能够去稳定我的工作、我的日常。那我觉得初期啊，你要先把你的生活节奏稳下来。比如说你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有哪些？那你的衣服固定放哪？然后你的起床流程、你的 morning routine 大概长什么样子？就我觉得生活呢，只要你有一定的规律之后，那一切的一切就不会再那么的陌生。有人即将要去新的环境的话，或者是你想要踏出去，那你可以第一步是真的是要把你的生活规律找出来。我起床第一步整棉被嘛，然后刷牙洗脸，用早餐开始看今天要干嘛。因为我蛮 J 的，我就是早上才决定说今天要做什么事情，除非我有一个很想去的活动，我提前预约。所以早上的流程大概这样，所以你把它固定下来之后，你会觉得一切都不会再那么的陌生。就你在一个陌生到不行的环境里面，你只要设置好一点一点的习惯或规律，那么你的生活呢，你的心情都会稳定很多。那我的孤独感呢，其实在第3天的时候，就昨天来到一个高峰，因为我来到这个沙滩，然后看到大家都是一个家庭啊，或是一对一对的在那边聊天、闲聊等等的，我就觉得好孤单、好孤独哦。我还要拍片，就等于说我还在陌生的习惯下，我却要办公室的感觉，你懂吗？就是我连生活都还没稳定下来，我却要去稳定我的工作啊，或者想要做的事情，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它的困难度的。我也有去问一下那种去台湾住很久的外国人朋友，他们刚开始去那边的时候感觉怎么样？怎么处理那种一个人的感觉？他们会说你去那边1个月而已，还好啦，很快啦什么的。就像当兵有没有？大家都说4个月很快。我一开始进去，我真的没有觉得很快，但是直到退伍我才觉得很快。所以 maybe 我越南行完之后，我会觉得1个月太少了，也说不定。你要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当然是要在那件事情发生过后没多久就讲出来。所以我现在就才第4天我就跟大家分享。其实我现在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我一个人架摄影机，然后在这个沙滩上录音给大家听。其实我出门前一切啊的画面啊想法都是我的想象，而且我想象的很美好，很简单。但到这边我才发现，其实要准备蛮多事情的，就你要顾虑的东西太多了。因为 even 就甚至你只要多一个人，你都会觉得很安心。但就是没有多一个人，就是你只有一个人。还好我有一个好的房东，他可以处理我的脏衣服啊，处理我的垃圾啊，然后他提供一个很安静的住所，可以让我好好的休息。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幸运的一个地方。那 Airbnb 呢，它就是好处就是比较便宜，坏处就是你可能比较没有什么保全，来这边就体验生活嘛。因为你知道旅游跟度假其实不太一样的，因为度假你可以去那边放松，或者是去那边体验深度生活。那旅游可能像是你要去观光景点，去拍照、上车、睡觉、下车尿尿那种感觉。比起旅游，我会更喜欢生活一点，但是也许不用1个月那么久。我第1天刚到的时候，提着我的行李到，我真的觉得 ，damn， 我怎么在这边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怎么在这个地方啊？但我觉得人生就像一场游戏啊，就是你不知道你会什么时候会再出现在什么地方，那你什么时候会登出，你都不知道。但安全你要注意，但是除此之外呢，你把它当作游戏，你玩游戏你会畏畏缩缩的不敢去新的地图吗？不会嘛？那你把你人生当作游戏，主要就是有一个前提，你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以外，其他事情要把它当作游戏去看待。比较有勇气去做更多的事情，更多的尝试。那我身为一个那种正职工作，然后大部分都是远端的一个情形来说，那种不安定感其实真的会蛮重的。就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做这个尝试，何况是可能你们有些有稳定的工作、有稳定的人生的人，大家平均都大概多久能够习惯一个环境啊？1周、2周还是1个月呢？以我在军中的经验啊，我大概1个礼拜至2个礼拜，我就可以大概熟悉了。那我有问一些朋友啊，然后做一些问卷调查啊，他们都觉得你要对一个环境不陌生，第一个点就是 make connection，这联系可能是聊个天，或是你搭个话，问个路，买个东西，这种简单的交流，
跟这个地方建立起一些连结，那你的孤独感就会少很多。你都没有跟人交流的话，那你的心事啊、你的情绪啊，可能没地方抒发。那可能很多人的抒发方式有很多种，但是如果你要觉得要孤独的话，真的是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嘛，在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而且我在这边深刻感受到交流真的很重要。因为在台湾到处都是人，那你有可能会突然巧遇你认识的人，所以你不会觉得说一个人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在台湾完全不觉得一个人做事有什么大不了的呢，完全不会。我觉得很享受一个人，然后好想出去一个人住什么的。来到越南我也可以，但是呢事与愿违啊。在环境那么陌生，语言不通，然后文化也没有差太多，但是在这些种种情况下，在越南的一个人跟在台湾的一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在台湾用想象这边一个人，但是真正来到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，只能说差距非常大。在这边呢，陌生感跟孤独感是在台湾感受不到的。所以啊，我也学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不要凡事都用想象的，凡事你要凡事理。没有，我是说凡事你不要只用想象的，你要去真正去经历。那有人说我其实想象也还不错啊，因为有人会追剧嘛，感觉追剧了就好像就了解那边的地理环境啊，或是了解那边的人文啊。但真的是人生就是一场体验，就是你再怎么去看更多东西，看更多书，真的不如行万里路。这是真的是我体会很深的一句，真的要亲身经历才知道。那在这集呢，我们谈了很多有关孤独啊，然后失重感、亲身经历，还有踏出舒适圈的一个我真正前几天才经历的事情，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那希望大家有那种跟我聊天的感觉，因为我也想要跟你们有一些互动，因为这也是一种 connection， 可能是听众，可能是观众。那我觉得没关系，因为相逢即是缘，你听了我的故事，你也可以分享你的故事。某一天呢，也可能经历到你的故事，然后或许你的故事能够帮助到我，或是能帮助到其他人。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法，或者是有相关经历，欢迎在 YouTube 底下留言，或者是 Podcast 底下留言都可以。那我们这集分享到这边，那我们之后呢会讨论更多有关心理学、哲学，然后还有一些在这边的生活等等的，都跟大家分享。持续关注这个 Podcast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。